我们俩是工作时认识的，到现在交往1年半了。我们俩分分合合大概有5、6次。每次提分手时，他总说自己错了，也不说自己错在哪儿。我原谅了他之后，他还继续犯同样的错误，毫无担当和责任感。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压力好大，各种困难摆在面前。我觉得我们2个人走不到一起，但是我们分开了，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我现在是伤透了心，万念俱灰。现在我就是想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如果他执意要分手，我愿意从此以后天各一方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超，21岁，来自郑州公司职员，来有请小超，有请。女嘉宾小文，24岁，来自郑州公司职员，有请小文，有请。好，欢迎2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好，谈了几年啊1年半。 1年半。分分合合了几回啊？大概有5、6回吧。上一次分手在什么时候啊？前2个月。前2月啊？为什么分呢？就是我俩每次大段文字的发过来，竟然是抱怨我没有理解他，我就没理他。那段时间，然后就冷战了嘛。大概有半个月吧。半个月。他就又来找我，我也感觉就是还有感情嘛。挺割舍不下的，然后我就同意了。你就是让人哄嘛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肯定就是周1到周5的时候是工作日嘛，周6日然后就是放松的时候，所以我跟他提前约好时间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嘛。但是他周6日的时候，他还不忘记他的客户，我们俩一起去逛街，走着走着，然后就找不到他人了。我发现他正在跟他客户打电话，他手机响了，他就走了，就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就在他的心里，他的客户还是比较重要的嘛。不是我，他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，我感觉他就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想法。这是他错了啊。就每一次我们逛街的时候，就是人家情侣都是手牵着手走路然后他个子比较高嘛，然后我个子比较矮，他就非要搂着我，我不想那样，我觉得那样很难受嘛。然后我就跟他说过好几次了，然后每一次出去逛街的时候，他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胳膊就行。我看一下，我看到底什么让这姑娘这么不舒服，可以吗，姑娘？来，我看一眼，就这样。不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搂，不是挺好吗？这样搂着我怎么走路呀？我走路可难受了。回去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姑娘，就这样也不行是吧？那我可以牵手吗？我说了可以牵手，然后他就是觉得牵手不舒服。你看我搂着他说不行啊，是不是？那就跟人牵着手啊。牵着手不是？我太低了，他意思。不是，是你说的他太低了，还是他自己理解的？你告诉我，他自己理解的，我没有说他太低。我就说他内心戏特丰富，全是给自己加戏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说他说过牵手不舒服，那不就是因为我太低了吗？不然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舒服？这是你自己这么解读的是吧？你为什么觉得牵手不舒服啊？就是搂着也挺好的嘛，不是？我感觉搂着挺舒服的。哎呀，就这么点事儿啊，这也是代表他不爱你了是吧？就逛街的时候嘛，然后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演独角戏。是。我俩一起逛街，然后人家情侣买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嘛，就在那边挑东西，然后就我自己，然后在那边买东西，他自己在旁边玩手机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开始说搂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不让我搂吗？说在公共场合，然后什么的就注意形象我就是想着你要是故意形象的话呢，咱要保持距离嘛，不是？我不是说让你保持距离，我只是让你表现的绅士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应该怎么是绅士呢？在你的内心的理解里，买东西的时候，人家情侣起码是2个人，不说手牵手，起码是肩膀挨着肩膀吧？不是挨不到啊，有身高差呀，对吧？挨不到啊。但是起码得跟我站到一起吧？他又站到1米开外的地方，自己在那边自己低着头玩手机，是吧？对你呢？我在那边挑东西啊，但是我心里面很难受呀。那你把他叫过来，你说帮我参考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我当时我看到他玩手机，我火气都上来了，因为我跟他说了不止1遍了然后他还那样做。行吧，就逛街也逛得不舒服是吧？行，还有别的让你不舒服的吗，姑娘？我感觉他，总是胳膊肘往外拐。你说
我俩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是不是？对。假如我跟别人发生争吵，他是不是应该站在我旁边？就是站在我的立场上。这分情况吧。就有一次我俩就逛街逛到很晚嘛，那超市就是9点半就关门了，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就往外走，有那个安保在锁门嘛，那时候还不到9点半呢，然后那个安保就锁门了，然后我当时走到那个大门口，我不想再绕回去，他非要让我们走后门啊，那后门离我们家太远了，我不想走，然后我说我就要走正大门，我说这时间还没到呢，但那个安保的意思就是不行，他说我现在已经锁上了，你就得走后门啊，那人家都把那个大门帘都拉下来了，就差锁那个里面那个门了，你再让人家开开，他可以再撩上去啊。那撩上去又不费劲儿，那我们走后门我们不费劲儿吗？啊，对。那人家那都锁上了，是不是？这走后门让他走后门吧。那你跟我坚持一下，他不就开了吗？那时候那个安保他刚开始的时候态度还没那么强硬，就是因为你在那边不说话，他看到你男朋友也不帮你，然后他就态度很强硬。你们走后门啊。我想着走后门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又不能走，那边路也挺好的。那都逛了一天了，你不累吗？能少走点路不好吗？行，最后结果呢？我当时生气了嘛，我说你为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去说一句话？你看人家锁门了吧？因为那时候那个安检人员走了嘛，我们还没走后门，我们俩就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，他当时又是不说话嘛，也不反抗，也不沟通，也不交流。不是，那你希望他怎么着反抗你呢？他可以跟我说出来，他为什么不站在我的立场上去坚持我的观点？好吧。他刚才其实已经说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他觉得你这样做会给那个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麻烦，所以他觉得我们自己绕一点远路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，就这么个想法呀。但是那个情况下，他明明是可以不把那个锁上，然后可以直接撩开的，就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。那是你觉得呀？那人家都锁上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走后门其实也不麻烦。当时你就别裹乱了啊！他又跟你急，行，接着再往下说啊。如果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是吧，去考虑这个问题也就算了。是。你还不细心啊！我生病的时候发高烧，39度8了，我烧的就2个腿就不能下床，就只能2个眼睛看着天花板在床上。哎呀，这烧得浑身瘫痪啊！这是。他那个时候就看到我很难受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当时我就想，你就不知道去拿点药吗？那你跟他说，你说拿药啊。我就跟他说了呀，我就看他就是不知道干啥嘛，我说你去给我拿点药啊。然后当时是因为新搬的房子嘛，他对地形都不熟悉，然后我就等了他可久。新搬的，你们搬多大一 house 啊？这地形都不熟悉。就是我让他去附近的卫生院拿嘛。啊，就是出去买药嘛，说清楚。你看你这表述啊。然后他就出去拿了，然后我等了他将近1个小时，然后他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发现那个药根本就不符合我的症状。哦，怎么发现的呢？我打开那个药，我要吃的时候嘛，我发现那个退烧片就是只放了1个。一般高烧的情况下，他第一天吃的时候，他要想药效快的话，应该吃1个半嘛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药不行。不是，你凭什么就说这药不行啊？发烧发这么严重，他就包了1个退烧片，这肯定不行呀。你先吃着，我再给你拿半片去。不是，他没这样说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想，你这点常识都不懂吗？你活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爸妈……得。别骂人啊！我也不懂这常识。我没骂。大夫说1片就应该是1片。我没骂。对吧？因为这到底这个退烧药是什么类型的，是作用于什么的，咱都不知道，咱可不能就自己那个想象力就想上了啊。后来我俩就一起去了卫生院问啊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生气嘛，一生气然后还是有力气。哎，我是生气，我就非要跟他争个长短嘛，我就去卫生院，我就跟那个医生说。我说我发烧发这么严重，你就给我包了1个药片，能行吗？我说我平时我在家吃的都是1个半。他说他没说呀，他就说感冒他发烧拿点药。我要知道你发烧发这么严重，我肯定给你放多点。大夫又给你开了药，证明你是正确的。对呀。结果药没吃，你的病好了。我吃了。你没吃之前不就能下地走路了吗？那时候是他
牵着，他背着我过去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没话说嘛，一般他都抬不过我。啊，对。然后我是正确的。抬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抱不动你是吧？就抬杠嘛。哦，你知道是在抬杠啊？那还有什么好抬的？都抬杠了，还抬什么呢？咱们在这儿，哎，这么不顺心，给他踹了不就完了吗？分手不就得了吗？何必苦着自己呢？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。啊。咋了？就是我感觉，第一次见面怎么又要哭啊？怎么了？我感觉缘分这个问题很奇妙，然后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人是和我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，然后他就你根本就没办法，就是跟他解决问题，就那样。所以你要动手是吧？啊，经常打你吗？不是啊，那为啥打过你？有一次他带着他生意上的一个朋友一块去吃饭，我们3个人，然后当时我刚下班回来，就那种风尘仆仆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没怎么打扮，然后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就我可能说错话了，然后他那个生意没有做成啊，没有谈好，他就很生气嘛。不是，您这什么买卖呀？还要看男朋友呢？不是，那时候那个男性朋友要过来，就是请我吃饭嘛，就说聊一下未来行业前景，我就害怕他担心嘛，就是多想，我就带着他一起去。你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打扮得很随意是吧？也就算了，但是那天我就跟他提前都说了要见我朋友，我让他稍微的就是弄一下嘛，不用说太正式，但是也不能说太邋遢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就是头发你知道吗，都不整，我就让他没有跟我们在一个桌吃饭嘛，我说你去旁边吃，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助餐。干嘛呢？我俩在聊呀，在聊。那你让我去干嘛呀？我让他去就是为了见一下我这个朋友放心嘛。哎呀，你这个内心戏好丰富的。后来呢？后来然后就是去送我那个朋友的时候吧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他算是发展的比较好的，然后开了一辆上百万的一辆车，然后他看见就心里面不舒服嘛，然后就回去就跟我生气了。我都说了，我说我带上你就是为了打消你的顾虑，结果你还是跟我生气，是不是？我就心里面很难受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继续。好，我来问问啊，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这点事儿了吗？知道。爸妈都见过。爸妈都见过啊。什么印象啊？他父母对你印象怎么样？我们家农村的嘛，不是很富裕，不是很看好。然后我爸妈对他挺好的。你爸妈觉得他好？他爸妈觉得你不好？没有，也不是不好，因为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嘛，就我爸妈就说家庭条件不富裕的话，两个人在一起打拼也蛮好的嘛。什么房子车子在以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话都可以有。这挺开明的。对啊，但是我爸妈的意思就是，如果能在结婚之前有车有房，当然会更好，是吧？然后他就觉得心里面有压力嘛。因为我是打算要考研究生嘛。你现在是本是吧？对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将来肯定要考研的嘛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一个女生上那么高的学历干啥？你什么学历啊？我是高中。那我爸妈是，就是我们那边。听听老师的分析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伙子，你说句心里话，在你女朋友面前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压抑，有点茫然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？有。你生气了，你和他吵，他说都是他的错。在我眼里，这是一个男人的美德，这是谦让。你让他知道自己的错，请你告诉他他错在哪里，否则的话你就是无理取闹。我跟他说了他错在哪，但是他不承认啊。他说他错了，那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我听到现在
在很多地方恕我直言，你是把自己的无理当真理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但是这当中我也看到，你确实和男生比，你有家庭优势，你有学历优势，这2个优势其实你无形当中时时在显现，时时在发挥着这样的一种作用，所以我没有在他面前啊，对你不要给我抬杠，我抬不过你，但是你的很多的行为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恋爱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，这需要双方之间相互平等、相互尊重、相互放松。所以你今天也教了我们一个道理，爱情要放松，真的，姑娘放松一点。好，谢谢波红兄。来，苏老师。我们经常说一句话，说这个特别能作的女人啊是一所学校，但是当这个男人，女孩这段感情将向何而去？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。我告诉你，所以去问他想要知道对方内心的想法，唯一的渠道是什么？每个人内心都有秘密，但这个秘密只向尊重秘密的人公开，明白吗？如果我不想告诉你，或者你总是拷问我，你问了也白答，我就是不想告诉你，即便跟你说了，那也是敷衍的回答。但只有我发现你是尊重我的时候，我才会打开我的心扉，我才会主动跟你说我为什么不舒服，我为什么敷衍你，我为什么不想搭理你。但你老是这样去追问以及硬扣别人的门，别人愿意搭理你啊？别人看着你就讨厌吗？你为什么今天在舞台上说了这么多你认为是正确的道理，而且一直在装作一个像弱势的样子，却所有老师说的都是你？我们昨天还没见过你，以前也不认识你，为什么都说你？说明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理，而不是有固有成见的人呢？的确，有一些男人其实在承认错误的时候，就是女生还没说话，我错了，这是很敷衍的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道歉都是先狡辩一下，然后再认错。而最让人讨厌的是认错了之后再翻过来狡辩，但是他是被你逼成这样的。他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你连闭嘴都做不到，你看见没有？没有哪个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你不打断的。所以，你先学会闭嘴，然后再学会不要去麻烦别人，再进一步学会不要去让别人不舒服。慢慢的，你就自己就舒服了。否则的话，当你呈现在别人面前就是一个麻烦事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喜欢你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他们都让你不说话，我是鼓励你说话。行，来，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？能问几个问题吗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我身边都是苏秦老师这样又有才华又美丽又能挣钱的女人。我今天要跟苏秦吃饭去，你呀陪我跟苏秦吃个饭去。来了之后，这苏老师啊，我跟苏老师谈事儿，你坐旁边去。你觉得合适？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可能感情这方面经历的比较少，然后对你吧，也是可能你感觉不够好，然后在一块儿1年多了吧，然后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，然后就我以后肯定会对你更好，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。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累吗？不累。我有给你压力吗？没有。那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说你错了，你觉得你错了吗？回答 yes or no。我错了。行了吗？可以了啊，请回吧。谢谢两位。来，请关门啊！来，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的，请开门。
重来。哦，来来来，姑娘来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哈子。谢谢。对不住啊，今天我们也有点较真儿，也跟你抬杠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。